眼皮好重，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我以前的家，我重生了。妈，我真不娶顾知青，我想清楚了，她漂亮归漂亮，但漂亮是最没用的。强子，这咋行？我可是千方百计把明艳下药迷晕了，好让你替你堂哥洞房。这顾知青可不仅漂亮，她家里邮寄那么多钱票，有钱着呢。下药，原来我当初不是喝醉了走错房，是被下药了。上一世我娶了林小芳，最后成了上市公司老总，而傅武强最后家徒四壁，到处借钱度日。但是为什么傅武强要娶林小芳啊？妈，我听人说顾知青家里成分有问题，娶她要连累我们家。我要娶我原本的媳妇儿林小芳。强子，你说真的？妈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越想越觉得林小芳好，她是村长的女儿，望夫命，咱农民就该踏踏实实干活，还有村长帮扶。以后要是改革开政策放开了，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他想说改革开放，原来是这样。傅武强也重生了，他重生回来，居然要娶林小芳那个破鞋。堂哥，我找算命的算过，林小芳是旺夫命。你现在生意这么好，那就是因为娶了林小芳。当年你娶了她，马上就当了老师，来年就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还因为关系发了大财，我是真羡慕。前世好像他是跟我说过，说我后来飞黄腾达全都是林小芳的功劳。我觉得太可笑，就没搭理他。结果他真这么认为的。强子，你想好了，到时候可别后悔了。妈，我不后悔，我就要娶林小芳。哥，原本顾玉溪就是你媳妇儿，我还给你。你去体验下那个恢复高考就跑路的贱人吧，你以后的人生就是我的了。林小芳现在肚子里就已经有那个小白脸的孩子了，堂弟你喜欢，那就给你了，怎么一言为定？妈，你送她进去吧，我这就找林小芳洞房了。强子，你要入洞房，顾知青不是更合适？这姑娘更漂亮，还勤快，我是更喜欢顾知青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妈，顾玉溪漂亮是漂亮，那也得肯洞房才行。她城里来的，以后肯定是要跑。强子，你说什么？上一世顾玉溪死活不肯洞房，甚至以死相逼。我本来想着慢慢来，没想到没过几天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出来，顾玉溪留下300块钱就跑了。妈，总之你就看着吧，顾玉溪城里来的肯定要跑的，他傅明艳到时候脸就丢大了。竟然有这种事儿，妈等着看好戏。行，强子，那你去入洞房吧，我把傅明艳送进去。傅明艳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你飞黄腾达，对我爱答不理，这一世我要让你高攀不起。伯母，明艳是喝醉了吗？是啊，小顾，今天他和你结婚，高兴就多喝了几杯。你们赶快洞房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明艳哥，喝点水。上一世顾玉溪很早就跑了，时间太久了，我只记得顾玉溪眼睛很亮，忘记她长什么样子了。竟然这么好看！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啊，没有。我已经打好水了，你要不先去洗一下？我已经洗过了。好。真的和明艳哥结婚了，接下来就是洞房了吧？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好紧张。不过既然是明艳哥，没问题的。明艳哥，我师弟。我喝多了，什么也不做，你放心睡吧。
上一世高考恢复后，顾玉溪给顾武强留下300块钱跑了。既然他意不在此，我也不稀罕用圆房的方式来强行留下他。明艳哥，太好了，我真的和你结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没来前，我总感觉结婚会出岔子。还好，现在我是你的妻子了。明艳哥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我被村里的歹人强行拉进小树林，是你冲出来救了我。那天你怕我害怕，一直陪着我，我就喜欢你了。后来我意外落水，又是你不顾危险救了我。救命！有人帮你救命！我那时就知道，这一辈子我就认定你一个人。肚子里的宝宝别怕，还好我爸跟我说，他们家今晚会偷偷换亲。娶我的是傅明艳，她有高中学历，模样也不错，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。跟她结婚后，宝宝你应该可以过得很好。这林小芳虽然长相气质远不如顾玉溪，但也算有几分姿色。只要和她圆了房结了婚，以后有她村长爹帮衬，我也能当老师，也能开上市公司。儿子，昨晚洞房怎么样？您就等着吧，说不定明年您就能抱孙子了。好，好啊，你小子有本事！妈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儿子，你说昨天傅明艳和顾玉溪是分床睡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上一世，傅明艳抢了我的林小芳，借着村长家的势头一路高升，后来公司都上市了，竟然都肯接济我一下。这一世，我受到的屈辱，他也一定要尝一尝。我怎么知道的？妈，那顾玉溪可是城里大小姐，心高气傲着呢。我昨天起夜的时候，往门缝里看了一眼，瞧得真真的。哎呦，那如果被人知道这傅明艳新婚当天和媳妇儿分床睡，这脸可丢大了。可不是嘛，妈。这傅明艳仗着自己有个高中文凭，一天天清高的不行，不如……我懂你意思了，放心，儿子，交给妈就成。乡亲们啊，快来人呐！没天理呀！尤婶儿，怎么了？昨天你们家才结婚，这不是大好的日子吗？那顾玉溪自恃身份，瞧不上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。昨天结婚，我家值日只能打地铺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儿，不像话，真是不像话！傅明艳还是不是男人，也太没用了。不行，这还得了？傅明艳这孩子虽然是农村里出来的，但打小就聪明懂事儿。我去跟顾知青说道说道。对，哪有结婚了不让圆房的道理？那以后收了彩礼还不让牵手了吗？太清高了！你们男的不方便进去，我进去跟他聊聊。喂，乡亲们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好帮我教训教训那个顾玉溪吗？跑什么呀？尤婶儿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人家小两口抱在一起热炕头呢。哎呦，这也太尴尬了！你说什么？他们抱一起了？这不可能！堂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一大清早的带这么多人硬闯我的新房，你们怎么会这样？堂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是夫妻，昨天洞房花烛夜，我们不这样那又怎么样？是真的，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拿着剪刀说什么都不肯洞房吗？凭什么他就可以洞房，为什么我不行？堂弟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顾玉溪是我老婆，肯定是我和她洞房。你老婆不是林小芳吗？怎么林小芳不让你洞房？你快出去吧，我们还没穿衣服呢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堂弟在说什么？他可能发烧糊涂了。走，我们穿好衣服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会从一间房间里走出来。小芳，你这又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和顾玉溪是夫妻，我们肯定从一间房出来啊。什么？那昨天跟我洞房的，岂不是？媳妇儿，昨天跟你洞房的当然是我呀，我是你老公。洞房了就洞房了，反正高考恢复了，这顾玉溪也是要跑的。真可惜，顾玉溪长这么漂亮，居然便宜了傅明燕这小子。堂弟，顾知青是我的妻子，弟妹还在你旁边，你这样看我媳妇儿不太好吧？你干什么？你要是想娶顾知青，你昨天晚上进我的房间干什么？你要不想娶，那就离婚。想娶，小芳，刚才是我错了，你别生气。先让傅明言这小子得意几天，前世我就没有儿子，这一世我不仅会飞黄腾达，还会有自己的儿子。玉溪，我们走吧，去我家看看我爸和我妹妹。明夜，你怎么会陪着他？原来换亲这件事，他也是知道的。赵女士，趁我不在，明珠就是被他和傅心燕逼嫁给了他那个家暴的小叔。哥，妈妈心中只有姐姐。哥，我恨他，我恨死他了。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，反正他也不是我们的生母。我死之后，你不要孝顺他。下午何旭那个无赖就要来了，妈，既然姐那么喜欢何旭，这一世我可要帮帮他。我陪我媳妇儿回家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妈，不急，你过来，我们谈一谈。明燕，什么事？我们没有领证，昨晚也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这个结婚可以不作数。明燕哥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明燕哥不要我了吗？我本来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，结果这梦就要醒了。我之前在城里干活，听说高考要恢复了，据说你以前成绩很好是吧？你可以走高考的路线回到城里，到了城里后，没人会知道这里的事。你家世也好，可以找个门当户对的男人，安稳过一辈子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还是因为我说落水你救了我，碰了我的身子就要负责，太难为你了。我没有喜欢的人，只不过门不当户不对。而且如果高考真的恢复了，你到时候还是……那我有什么不好？我在城里的时候喜欢我的人也很多，我下乡了也有很多人喜欢我，家里的人我也全都写信说服了。你很好，我没有不喜欢，只是……那你是嫌弃我？那一次救我的时候，我确实差点被人欺负了，但是我没有被他们碰过，我是清白的。傻丫头，是我救的你，我当然清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怎么会嫌弃你？那你是觉得我家人不够重视这场婚事，没有过来参加婚礼，是我带的陪嫁不够多吗？顾知青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心上人，也不是不要你，我是说你条件很好，是城里姑娘可以回城，没必要跟我一个农村里的耗着。我不是不娶你，是想给你更好的选择。我不要，我就要这个选择。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？如果高考恢复了，你也会高考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城里。算了，顾知青，你条件很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我不逼你现在做决定。如果你不后悔，那我们就去领证；如果你后悔了，我就放你离开。我不要太着急，我给你7天时间，7天过后再做决定。好。 7天后，高考恢复的消息就会传到村子里，那时顾玉溪自然会走的。虽然正式领证是1周后，但是你别喊我顾知青了，听着生分，去掉姓氏，喊我名字好不好？我就喊你明艳哥。好，玉溪。哥，嫂嫂，是我。明珠，快进来！前世明珠被逼嫁人，死得太早了，但如今重来一遭，这一切都有改变的机会。哥哥嫂嫂，饭做好了，妈让我喊你们出去吃饭。好，我和明夜哥一会儿就过去，麻烦妹妹了。不麻烦，
姐姐长得真好看，谢谢。玉溪，你干什么？我得给家里人拿见面礼啊！你放心，我不光给妹妹准备了，全家人都准备了。不拿，待会儿出去吃饭，我妈和我姐不管说什么，你就只管捂嘴笑，别搭理。只有爸、我妹妹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听两句。明彦哥，我刚才就发现了，你好像跟你妈关系不太好啊，她对你不好吗？好，好着呢。我和这个后母的关系可太好。上一世，何萍萍这个恶毒女人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往王夫家里带，还逼爸去黑市卖菜，害得爸被抓，更是把明珠嫁给了他王夫那个暴虐的小叔子。最后明珠被活活家暴病死在床上。哥，我疼，他打得我好疼啊！他自始至终只宠他和王夫生的傅新燕，甚至无耻的让明珠代替傅新燕去高考。明珠和爸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你先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厨房端菜。这两个蛋不用想都知道，肯定是给傅新燕和顾玉溪准备的。家里远不止这两个鸡蛋，家里的鸡全都是明珠起早贪黑喂的，我不吃就算了，结果明珠连个鸡蛋都吃不到，还有这种道理？哼，这年头缺油水，你们吃水波蛋，那我们兄妹就吃煎蛋。爸，放点鸡蛋好，吃鸡蛋顶饿。明艳，出来一下。这是我以前在田里干活时挖出来的，你赶紧拿好，千万别生长。多的我实在拿不出来了，家里的底儿都在你妈那儿。爸，你放心。小姑啊，按道理来讲，第一次见面咱们家是要给见面礼的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咱们家这条件比不得你们城里大户人家，实在拿不出手，这规矩就给省了哈。没关系的，阿姨，能和明艳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，不在乎这些序律。哎呦，小顾不愧是城里来的知青，就是识大体。不说了不说了，大家都饿了，快来吃饭。我特意做了手擀面，还单独给你加了水波。哟，小妹这真是不当家，不知柴米油盐贵呀！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吃什么煎蛋呢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别怪明珠，是我下的。咱们家里自己养的鸡，没必要那么节约。我看大姐和妈那2碗已经下了水波蛋了，估计是你们不喜欢油水，那我们4个就吃煎蛋了。吃啊，大姐，怎么不吃呢？也是，大姐，要不你的那个水波蛋也给我吃吧。上次我出去听村里人说，大姐都快胖成猪了。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，他们说你胖的衣服扣子都要绷不住了，马上又要换新衣服，当然得少吃点，要不然咋嫁人啊？我不吃了！哎，新燕，新燕的面条你们分了，她的鸡蛋和我的鸡蛋都得给我留着。何旭马上要来了，他家里有个脑瘫哥哥中风，还有个撒泼的婆婆。姐，上一世你没能嫁给他，这一世我来帮你。爸，你忙一天了，回家歇着吧，我来更。没事儿，你刚结婚，回家陪玉溪吧，那可是个好媳妇儿。别说了，爸，你天天起早贪黑的下田，这样下去身体都累坏了，快回去歇歇吧。好，明艳，那你辛苦下，爸先回去歇歇。爸，去吧去吧。哎呦，这不是新郎官吗？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！明艳，你还有功夫来下田？何旭，上辈子傅新燕喜欢何旭，天天送鸡蛋送煎饼，2人都要谈婚论嫁了。
后来玉溪来了后，何须动了心思，把傅心燕甩了。这怕是看我和玉溪结婚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你要干什么？胆子跟老鼠似的，还敢来撩拨我？什么叫撩拨你？我这是提醒你，这城里的凤凰啊，你们这庄稼人可不一定养得住哦。何知青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连玉溪都在村里安家了，你不如也在村里安个家，娶了我大姐，以后有个依靠。我娶你姐？对啊，我姐还喜欢你。你姐真还喜欢我？那还有假？她经常托我打听你消息呢。留村子多好啊，有吃有喝，活也有我姐分担。反正顾玉溪也娶不到，要是能和傅心燕成，倒也不错。但是我之前跟你姐弄成那样，没事儿，我姐就是抹不开面子。明天隔壁村放电影，你要有想法，我借辆自行车带我姐过去。电影散场后，小树林那边人少，你和我姐说说心里话。你俩要是成了，我再把她带回来。成，我写了首诗，你帮我带给她。干什么毛手毛脚的？声音小点，妈睡了。姐，别发火，我有件大好事跟你说。你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快说。你还喜欢那个何旭吗？你说他干什么？今天我在田里碰到何旭了，他说心里还记挂着你，还喜欢你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约你明天一起去看电影。这是他让我给你的情诗，亲手写的。他喜欢我？去年的事闹成那样，我难道还要考虑他？真是个臭不要脸的。姐，去年的事儿何旭早就知道错了，他现在就想踏踏实实找个依靠。姐，你要是有想法，考虑考虑呗。这城里的知青配你多好。既然他这么有诚意，那就算给他个面子吧，去看看他到底想干嘛。姐，何旭也喜欢你，不过毕竟是城里来的知青，总有些犹豫。之前就是嫌你不够主动，你要还喜欢他，就主动点。我还不够主动，我都已经……姐，你说什么？就这么说吧，姐，你明天吃完早饭在村口等我，我骑车带你过去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这2天天气热，你少吃点。万一你这真要和何旭结婚了，饿瘦一点，到时候还可以打扮的好看点，不是？知道了，赶紧走你的。哟，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刚才结婚怎么不跟堂嫂热炕头？堂嫂呢？她在家读书，而且你不也是刚结婚，怎么没和林小芳在一起？小芳实在是太累了，我才一个人出来逛逛。是吗？那说不定明年堂弟你就抱孩子了。林小芳肚子里有货，为了不让傅武强起疑，还真是够下血本的。傅武强这副德行，他都下得去嘴。那是堂哥，这林小芳啊，旺夫。倒是堂哥你啊，我怎么听说你们还没扯证呢？我和小芳可是昨天就把证扯了。你们这拖着不领，不会出现什么变故吧？哎呦，那恭喜啊！我的事儿就不劳堂弟费心了，不说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大姐，你知道东施效颦吗？东施是谁？他为什么尿频？不说了，姐，上车吧。大姐，我不是说让你少吃点吗？妈还是把你喂得太好了，车都被你压歪了。闭嘴吧你，赶紧骑车。傅明艳，可惜你不知道这林小芳原本是你老婆。等过几天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心燕，明艳，这儿呢。你吃饭了没？我紧张的吃不下饭，我只盼望着见你。我一到要见你，心跳很快。我盼望见你，又怕你还在生气。虽然你生气也好看。我可没说原谅你了。那个时候是我不好，心燕，过来，我位置站好，咱们慢慢说。姐，你们先聊着，不打扰你们谈情说爱。我去给你们买点零嘴去。谁跟他谈情说爱了？这没别的零嘴了，吃点瓜子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买水了吗？水是没买到，就买了点小酒，我自个儿喝吧。算了，酒就酒吧，看电影没喝的怎么行？酒拿来。何旭，
你热啊？有点儿。咱们要不去旁边吹吹风吧？我们走。傅新燕，你还是对何旭情根深重。这何旭可是你挑的，你弟我有成人之美，这机会你可千万要把握住。姐，姐，你在哪儿？挡住了，快让开！小伙子，你干嘛？挡住我们看电影了？有没有点公德心？乡亲们，不好了，我找不到我姐了。刚才她还在这儿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她不会是被人贩子抓去了吧？大家快帮我找找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好端端一个大活人就不见了，我这可怎么向家里交代？人不见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刚才不还在的吗？哎呀，电影以后也能看，找人最重要。乡亲们，大伙儿都帮这个小伙子找一下吧，别真出事儿了。谢谢乡亲们，太谢谢了。这是在干什么？伤风败俗啊！我的天哪，太不检点了！大半夜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赶紧走，都是误会。这也太激烈了吧！看个战争片都能看激动。我的天啊，这是谁家姑娘？哎呦！你个混蛋，你敢对我姐耍流氓！不要紧的，姐，你和何旭是自由恋爱，只要他娶你就好了。何旭，你看你干的什么事，毁了我姐的清白！我让你娶我姐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我是畜生，我回去了就提亲，一定娶新叶。顾知青啊，我以前就知道你家境好，你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呗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家里人就是疼爱我些，也不缺一点钱和票，就提供给我了。顾知青啊，你这嫁到我们家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我们家的日子不好过。你那边要是有什么，多帮衬帮衬家里。当年我嫁给老傅，可是把东西全带来了。妈，明艳哥说了，他不是吃软饭的人。你和明艳刚结婚，还有很多地方要花销添置，农村这些东西也不贵。妈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可以理解，没关系，就现在这样就很好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别怕，妈护着你。要是谁欺负了你，告诉你弟弟，让你弟弟收拾他。妈，大姐和何旭是两情相悦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这喊打喊杀的干什么？何旭，心叶，你跟何旭怎么了？你不是去跟女知青看电影了吗？明叶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大姐和何旭一时看电影，一时情难自禁，钻了树林，结果还被村里人给撞见了。这里的人给撞见了，大概几十个人吧，消息估计现在已经传开了。心叶，你糊涂啊！那何旭哪是个好对象？妈，我现在也只能嫁给他了，而且我本来就喜欢何旭，妈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你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妈，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村里人也都看见了。大姐既然那么喜欢何旭，那就索性成了这桩婚事吧。再说了，何旭是个知青，和大姐在一起也算般配。何旭人呢？何旭，你进来。何旭，我问你，你做了这种事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明天回去准备准备，马上就提亲。心燕如果嫁到你家去，你会不会对心燕好？您放心，我一定对心燕好，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有你那脑瘫的哥哥，中风的公公，撒泼的婆婆，嫁过去肯定是好日子，天天像过年一样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想和燕儿亲近一点，没想到酿成了大错。我一定会担起责任的，未来我也会保护好她。看来好事定下来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先聊着吧，我和玉溪回去休息了。大姐，何旭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玉溪，我们走。明艳，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，今天过了就只剩4天了。是啊，还有4天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差不多就该下来了。玉玺是有志向的，到时候应该就要走了。明艳哥，还有4天，我就能正式成为你的妻子了，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许反悔。
我当然不反悔，只要你那个时候还愿意嫁给我。强子，你听说傅新燕那件事了没？妈，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，傅新燕和何旭去看电影，看着看着去钻小树林了，被隔壁村的人撞见个正着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村子里都传遍了。他们家这次可是丢脸丢大发了。今天何旭带了彩礼上门，要和傅新燕订婚。上一世，傅明燕果然是娶了我的林小芳才飞黄腾达。这一世，她娶了顾玉溪，这倒霉事就来了。傅新燕这一世居然和何旭搞一起去了。那何旭确实是城里的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他家里有一个脑瘫的哥哥和中风的爹，前世他的媳妇儿直接跑了，傅新燕嫁过去就惨了。我的媳妇儿，你果然是我的幸运符。你干嘛？弄我一脸口水，恶心不恶心？你说这傅新燕怎么会这么不要脸，居然跟人在树林里干这种事儿？要是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简直没脸见人了。就是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我要是有这么个妹妹，非打死她不可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什么。小芳她爹是村长，等过几天高考恢复，我就可以走小芳的关系，直接去当老师。傅明燕，上一世你抢走了我的人生，这一世你倒霉，都是活该。明燕哥，你在写什么啊？写小说。写小说？虽然接下来是经济腾飞的时代，但是目前还没到做生意的时机，还是有风险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完全可以靠写小说赚到创业的第一桶。明燕哥，你只管写，我可以把你的稿子引荐给我爸爸。我爸爸在教育局上班，认识很多人。只要你写的足够动人，一定不会让宝珠蒙尘的。写到1/5了。写完了，明燕哥，我能看看吗？当然，看看怎么样。男主和女主战乱时期的爱情实在让人动容，女主的人格魅力又让我鼻酸。明燕哥，你写的实在太好了，我好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这部小说一定能出版的，我这就寄给我爸，让他先看看。不急，等我全部写完吧。现在就已经很好了，明燕哥，继续写，肯定没问题。说起来，明燕哥，我们之前约定的7天，今天已经到了。7天已经到了，这么快？明燕哥，你不会反悔吧？顾知青，顾知青在不在？有你的电话。你先去接电话，我们的事儿，等你接了这个电话后再决定吧。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这通电话应该就是玉玺他父母打来的，告诉他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玉玺应该是要走了。喂，我是顾玉溪。西西啊，是我。爸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高考要恢复了。什么？爸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之前不是你说高考会恢复吗？这次真恢复了。太好了，我会参加高考的，我爱人也会。喂，爸。西西，你能和你那个爱人离婚吗？爸，我是不会和明艳离婚的，我的命都是他救的，他真的特别好。西西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了？高考恢复了，以你的成绩，肯定能考上一个好大学。他一个乡下小子的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只会拖累你。爸，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听话，但这一次你就让我自己做主吧，我会和明艳一起考回来的。我这一辈子反正就认定他了。你简直是胡闹！明艳哥，你在干什么？玉溪，你回来了，我在帮你收拾行李。你路上要注意安全。我爸给了我一个玉镯，那是傅家传下来的，我给你放包里了，你路上当盘缠。明艳哥，你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是说好满7天我们就去领证吗？为什么要赶我走？难道你不知道恢复高考的事情吗？我知道啊。那你……明艳哥，我想嫁给你，和高考恢复不恢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而且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能一起考到城里去的。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你真的觉得我能通过高考？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没考上的话，那我考一个给你，以后我养你。我家玉溪真厉害。傅明艳，
你究竟是何德何能，能让一个容貌家世都不差的城里知青对你这么死心塌地？明夜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？明天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你听说了吗？高考恢复了！听说了，听说了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我听说村里好多知青都已经开始准备高考了。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出来了，太好了！顾玉玺那个城里千金，这下绝对要在村里待不住了。傅明艳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妈，小芳，你们听说了没？高考恢复了！高考恢复了，这可是大事，真的假的？哈哈，那还能有假？村子里都传开了，你不信出去打听一下，现在外面都炸锅了。难道是真的？这么说，于学文可以参加高考了？他成绩那么好，一定可以考上大学的。强子，这高考恢复就恢复了，又和你没关系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妈，你想啊，那顾玉溪可是城里来的，成绩还好，那是没办法才留在村子里。现在这高考恢复了，你说这顾玉溪走不走？哎呦，按你这么说，还真是。这顾玉溪怕不是要跑？肯定要跑。你说儿子有没有先见之面？妈，你去传一传，我们就一起去看傅明艳的笑话。强子，也不能这么肯定啊。之前你说傅明艳和顾玉溪分床住，结果没有，害妈在村里丢了这么大的人。妈，这次不一样。算了算了，我不去，顾玉溪走了再说。那算了，肚子饿了，小芳做几个菜去。你喊我做饭，傅武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娶我是让我来你家给你做饭的。哎呦，妈去做，妈去做。哎，真是娶了个祖宗。小芳，不是，我这嘴瓢了，我的错。堂哥、堂嫂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登记处领证。领证？是啊，我们结了婚还没领证，算着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准备把证领了。顾知青，我劝你啊，别着急领证。为什么？顾知青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高考已经恢复了，你这要是领了证，还得办离婚手续呢。你这怎么这么说？高考恢复的消息，我在村里已经听说了。什么？你已经知道了？那你还要和堂哥去领证？堂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和明艳哥是真心相爱的，难道就因为高考恢复我就要抛弃他？我们已经约好要一起参加高考，一起考到城里去读大学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玉溪，别理他，我们走吧，去登记。我知道了，顾玉溪肯定是想和上一世一样，半夜偷偷收拾行李跑。对，我怎么这么蠢？顾玉溪虽然想跑，但大白天的村里人多眼杂，他跑不了。晚上等天一黑，他肯定要偷偷跑。他领证就是个幌子，等回了城，他再动用家里的关系，让这结婚证不作数。傅明艳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傅明艳同志，顾玉溪同志，恭喜你们！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正式成为夫妻了，新婚快乐！太好了，明艳哥，我真的嫁给你了。傻丫头，应该是我真的娶到你了。明艳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大好日子，正好我家里前2天寄了不少钱和票，我们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庆祝一下吧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顺便给小妹和咱爸也买点东西。不用了，我是你丈夫，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都是些小钱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我心里开心。你今天必须听我的。对了，你不是在写小说吗？我发现你那支笔好像不太好用，要不我给你买支好点的钢笔吧？成，听我媳妇儿的。明艳哥，这道工业总产值的题我算了2遍都对不上答案。你设的未知数没错，但这里计划增长百分比的基数应该是去年的实际产值，不是前年。我把年份看穿了，还是你细心。这顾玉溪在跟傅明艳复习，他难道真想跟傅明艳一起考到城里去？不可能，他肯定在演戏，想让傅明艳放松警惕。好晚了，明艳哥，你饿不饿？我去做点菜给你吃吧。做菜
她一个城里来的大小姐给傅明艳夜宵，小芳从嫁到我家到现在，可是都没给我做过一盘菜。不用了，你也要复习呢，再复习一会儿睡了。明艳哥，吃点夜宵再睡吧，看你瘦的，我手艺可好了，你等着。不可能，顾玉溪肯定是在麻痹傅明艳，她肯定会跑的。上一世高考恢复后，她就半夜偷偷跑了，这一世没道理不跑。怎么样，明艳哥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吃完就休息吧。待会儿傅明艳睡了，顾玉溪肯定就要跑了。哼，怎么还不走？怎么还不走？玉溪，怎么了？堂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怎么不走？你为什么不走？堂弟，你这话可真奇怪。玉溪是我媳妇儿，她为什么要走？高考恢复了，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还给她生火做饭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是我就？明艳哥是我丈夫，为什么高考恢复了我就要走？我要留在这里，和他一起考到城里去。高考？那你想多了，他考不上的。傅武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明艳哥一定能考上的，我相信他。上一世顾玉溪是考上了大学，傅明艳就是高考落榜才去当了老师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傅明艳落榜了，我看你走不走。行，那我们走着瞧。明艳哥，你这堂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他小时候脑子被门夹了，脑子不太灵光。上一世恢复高考那年，我明明考上了，却被林小芳那个贱人把我录取通知书扣下，给了他的情夫于学文。明艳，学习没天赋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干别的呀。我家里有些关系，可以介绍你去当老师。虽然周校长要求严格，但如果是你的话，肯定能当上老师的。多年后，我才发现了这件事，将于学文举报到纪委。林小芳那个贱人也跑到缅甸去追求真爱了，但我失去的，却永远也回不来。回去吧，我小说还没写完。明艳哥，你赶快写，我太期待后面的剧情了。明艳哥，你这本小说一定会很畅销的。终于写完了。写完了，1个月了，终于写完了。明艳哥，快让我看看。玉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在时代大局面前，有情人最终却未成眷属，这个结局也未免太悲伤了，心里抽痛的。玉溪，这只是小说而已，都是虚构的。明艳哥，我不是因为你是我丈夫才这么说，这部小说真的太好看了，我待会儿就寄给我爸，让他拿给报社的人看。行，那麻烦玉溪你了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哟，航哥，你这是赚工分去了？怎么看着灰头土脸的呀？有事说事。我媳妇儿怀孕了，这样的好事儿正好让你沾沾喜气，免得你天天死气沉沉的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我的天，还有这好事呢！才1个月就怀上了。哼，那还能有假？小芳旺夫肚子也争气，今天她吃酱菜的时候直接吐了出来，可不就怀孕了吗？是吗？可是我记得结婚第2天见到弟妹，弟妹就哇哇的吐，那天就怀孕了。就你还考大学呢，有没有点常识？那前一天刚弄，第2天咋可能怀孕嘛？真是不懂装懂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还有这说法呢，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哼，懒得跟你废话了，你这种榆木脑袋说了也不懂，我回去给小芳煲汤去喽。堂弟啊堂弟，你羡慕我上一世，却不知我上一世是在负重前行才艰难闯出的天下。如今这绿帽子都戴到头上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天下你要怎么去闯。明艳，你回来了，今天去地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今天在家里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明天恢复高考的正式通告就要下来了，
我们提前复习了这么久，底子打得牢，肯定没问题。哟，这应该就是侄子和侄媳妇儿吧？长得可真是俊俏啊！这是玉溪呀，这是你表姑，大老远从城里过来的。表姑好。何萍萍嫁给我爸，掏空了我们家，把所有东西都往李家送。她李家还真把自己当亲戚，跑到我家来冲大背。表姑，我刚从地里回来，身上脏，先和玉溪去后院洗把脸。去吧去吧，赶紧洗洗。看你儿子娶的那漂亮媳妇儿，那身上穿的多好，一看就是花了不少钱和布票的。你还在我面前哭穷说没钱？不是，大姐，这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哼，少来这套！当初你可是说好的，每月都要拿钱来。何况现在你小叔子腿也瘸了，正是花大钱的时候，赶紧的拿钱出来。什么？李俊腿瘸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前阵子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还不是李俊跟村里人置气，非要逞能，说自己一腿能把树踢断，结果树没断，自己腿踢骨折了。你说你当初要是多拿点钱回来，给李俊找个城里的正经工作，他能闲得干这种傻事儿吗？我这手里也紧啊，不是心燕马上要结婚了吗？我这个当娘的可不得多补贴补贴她，何况她嫁的可是个知青，家里还要盖新房子，处处都要钱啊。表姑，这就是你们家那个最小的丫头？正好，我大老远从城里赶过来，累出一身汗，你赶紧给我把这几件衣服洗了，动作快点儿，走的时候我还要穿呢。什么教养啊！这是你对长辈该有的态度啊！一个跟我没什么血缘关系的表姑，也敢跑到我家里来指挥我妹妹做事。你要是不乐意待，现在就给我滚！你个臭小子，反了天了你！哎，表姑，消消气儿，衣服我待会儿给你洗，你和孩子争什么呀？哼，我弟弟李俊骨折住院了，你们傅家既然不出钱，那怎么也得添点力气吧？正好，我最近想把咱妈接到县城住几天，你去我家好好照看我弟弟去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必须得去啊！我现在就收拾东西，恨不得立马飞过去呢。明艳，这前夫家的小叔子出了事儿，咱妈怎么比谁都急了？谁让这李俊长得几乎跟他那亡夫李一样？何萍萍，上一世我们的账也是时候算一算。妈，表姑，这样吧，既然是去照顾病人，空手去怎么行？家里还有不少红薯粉、20斤白面，还有罐头，就一起带过去吧。哎呦，这么多东西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没事儿，这么多东西你们也拿不动，我推个车给你们带过去吧。行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可算是有点良心了。明艳，你刚才是不是借口说送东西，实际上想跟他们一起去李家啊？还是你聪明，有些话现在还不方便跟你说，但是何萍萍这些年做的事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你一定有你的道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哎呦，俊啊，你这怎么弄的？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嫂子，侄子，你们来了。俊啊，你这腿疼不疼？受大罪了吧？哎，嫂子，你放心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叔，你这腿受伤了，上厕所方便吗？嘿，你可别小瞧你叔，我体力好，有劲儿，单腿蹦着都能去厕所。别动别动，有劲儿就好，有劲儿就好，千万别再闪着了。果然，李家才是他心心念念的地方。我们傅家，只是他为了给李家输血的血包。明艳，你有点眼力劲儿，正厅的瓦片得换，猪圈基罩得修，赶紧去干活。放心吧，姑，包在我身上。还有何萍萍，你赶紧做饭去，没看见我弟都饿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，这就给俊做点好的补补身子。真是一家人都没什么眼力劲儿，不说还不知道动身。叔，你腿受伤行动不便，我知道你无聊，这是废品站捡的，给你解闷儿。哎呦，侄子，你还有这好东西呢，还有没有？叔，我就捡到了一本，叔你先看吧，我去干活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忙你的。哎，小心，
小心，慢着点跨门槛。嫂子，没什么事儿，快好了。明艳，你去厨房把菜都端过来。哟，还有酒呢，怕叔你腿疼，喝点酒腿就没那么疼了，还能暖暖身子。好，好，还是侄子想的周到。叔，这瓦片我也换了，猪圈和鸡圈我也都修好了，马上高考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复习了。妈留下来照顾，不一起吃个饭。做了这么多菜，不吃可惜了。不了不了，你们吃吧，玉溪还在家等我呢。哼，早就听说你小子娶了个漂亮女知青。行，回去吧，下次来把媳妇儿带来让我们看看。成。何萍萍，上一世你不知廉耻的和李俊偷情，这一世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天作孽犹可恕，但你要是自作孽，那就不可活了。嫂子，这段时间要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我答应过李岩的，要好好照顾李家。来来来，我敬嫂子一杯。李俊啊，你和你哥长得真像，要是你哥还活着的话，多好啊！嫂子，李俊，这你想干什么？嫂子，我哥已经死了，但是还有我。俊，你在干什么？李哥、张哥，在下象棋呢。哟，明艳，稀客呀，你怎么来我们村了？我妈过来照顾小叔，我跟过来搭把手，正准备回去呢。李俊的腿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看着状态好像还不错。对了，我妈今天做了很多菜，两个人吃剩着挺可惜的，要不你们过去一起搓一顿，喝点酒，人多也热闹。真的假的呀？那还能有假？你们不是我小叔子的朋友吗？我本来想留下一起吃饭的，但想到快高考了，得抓紧复习，就准备回去了。饭菜做那么多，吃不完多可惜啊！走走走，兄弟们，难得有这好事儿，去搓一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带你们去吧。行，那明艳你受累了，带个路。这大晚上的闹什么闹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快来人啊！捉奸啦！别看我！何萍萍，你这么饥渴难耐呀？那可是你小叔子。何萍萍，给过你机会了，但你还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傅明艳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还带了这么多人？我想着做了这么多菜，放着可惜了，带几个叔叔来喝酒。我怎么知道你跟叔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让你和叔搞在一起？呸！何萍萍，你自己做的丑事儿不怪自己，还怪起你儿子来了。我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就是，哪有自己前夫都死了，还这么热情的照顾自己小叔子的？原来是早有奸情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李俊长得和李岩一模一样，之前就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，嘿，真下贱。妈，你这做的什么事儿？我去找我爸拿个。什么？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他想跑！快抓住他！抓住这个奸夫淫妇！快来人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明艳哥，你回来了。玉溪，爸在家吗？儿子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爸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玉溪，你在外面看着，别让人靠近。明艳，这到底什么事儿啊？火急火燎的。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保持冷静。你说。妈照顾李俊，照顾到床上去了。你说什么？
你就是傅平吧？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希望你还是能冷静一点。冷静啊，小傅，一定要冷静。老傅，我们谈谈。胆子真大，这何萍萍就是仗着她老公爱她，可不是嘛！当初何萍萍带着孩子嫁给老傅，老傅都没嫌弃，对傅新燕视若己出，她这都不知道珍惜，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。不是的，老傅，我们谈谈。谈谈，好啊，谈谈。是你儿子，我想明白了，肯定是你儿子，他故意给我们留下酒。他说他要走，结果半途带人回来，是这个好儿子设局要给你戴绿帽子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儿子都没灌你们酒，给你们留瓶酒就是设局害你了？按照这说法，我经常设局害人啊，那他们怎么没滚到一起去？你要是不想干这下贱事，谁能逼你？这何萍萍的意思就是怪明夜撞破了他的丑事儿，自己不要脸还倒打一耙。傅萍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还这么想你那亡夫？这李俊和李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算了，既然出了这种事，我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没那么简单。我和我爸路上算账，这些年我爸带回家的钱和票一共1600块，结果你花在我和小妹身上的也就200，其他的钱票都被你给了李家。对，全还回来，这就是离婚的条件。要不然，你们全部去劳改！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何萍萍是疯了吗？老傅待她这么好，她把钱票往前夫家里带，这还是人吗？那不是和李俊搞一起去了吗？老傅也太可怜了，怎么摊上这么个媳妇儿？老傅，你疯了吗？你非要逼死我吗？这些年，明夜，我确实对你和你妹不好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可是你妈。我就是念在这一点，才劝我爸说让你把钱还了，离了婚这事儿就算了。结果都到现在了，你连这钱都不愿意还。他李家和我傅家有什么关系？老傅，这事儿是我弟和何萍萍做的不对，但这1400实在太多了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凑不到钱，你弟还有这个何萍萍全都给我去劳改。姐妈，我不想劳改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是我一时糊涂，又喝了点酒，嫂子又摸我，我还情难自制。俊儿，你放心，妈现在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不会放着你不管的。妈这里还有900，剩下那500，李慧，妈，这500块你不会让我出了吧？那还能怎么办呢？那是你弟，你不可能不管吧？都是你这个贱人勾引我弟弟！我懒得管你们这些破事儿。明天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见不到钱，何萍萍和李俊都得去劳改。何萍萍，从此以后你休想再踏进我们傅家的门。你们那破家，我还不稀罕进呢！爸，我们别跟他废话，走吧。你们傅家会遭报应的！明艳，这是李家赔的1000多块钱，你拿着。爸，你拿着吧。听话，拿着。明艳，这些年何萍萍对你和明珠不好，我其实也知道，但总觉得何萍萍会改，没想到这钱就当我这个当爹的赔礼，是我不对，这脸我算是丢尽了。爸，现在这婚也离了，目前这情况，村子确实也不好待下去了。你要不要考虑下，以后跟我和玉溪一起去城里开始新生活？进城？我和玉溪都准备参加高考，一起考进城里去。以我们的成绩，肯定会考进城里的。那明珠呢？明珠脑子不笨，只是之前何萍萍不让她读书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辅导她，我觉得她也很有希望。等进了城里，我再帮你重新找个好女人作伴。我就算了。哟，堂哥，怎么，你想考进城里啊？爸，你先去忙吧。堂哥，你说你家这段时期是不是运气不好？这傅新燕和何旭钻了小树林被抓现行，昨天你妈又和李俊闹出那种事儿来，全村都在看笑话呢，是吗？好像是运气不太好。堂哥，我劝你实际一点，
你以为大学是那么好考的？你根本考不上。倒是顾知青应该能考上，等他考上进城，就会无情的抛下你，到时候你会成为全村的笑柄。受不了自己跑去赌博，最后输得倾家荡产，被公安抓走劳改。堂弟，你说的那个人是你自己？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你，是你傅明艳。堂弟，你倒是对你前世的事情记得很清楚。可惜，即便再来一世，看来你依旧会重蹈覆辙。就不劳堂弟费心了，高考我会考上。明艳哥，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烂摊子都处理好了，你放心北考就行。对了，我写的小说你寄出去了吗？已经寄给我爸了。明艳哥，你放心吧，那本小说写得那么好，一定能顺利出版的。承你吉言了。哥，你找我？进来吧，明珠。哥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明珠，你想参加高考吗？我？高考？没错。可是我脑子这么笨。明珠，这段时间辅导你，我就发现了，你脑子根本不笨。何萍萍以前天天骂你笨，那是为了故意打击你的自信心。我还好，是个男孩子，但是傅心燕和你都是女生，何萍萍就是不希望你有一天能比过她的亲女儿傅心燕，才故意作践你。当然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们就一起努力，备战高考。好。老顾，怎么了？这么大火气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还不是你那个好女儿！玉溪怎么了？不听我话，非要跟那个傅明艳结婚也就算了，还想要我走后门，把那个傅明艳写的小说出版了，岂有此理！小说？这里面是小说？我顾风一生磊落，怎么会走后门？不会吧？玉溪那孩子不会这样做啊！玉溪是不是只是让你帮忙联系下出版社，帮忙看看？信里是只说了让我联系出版社，但我联系了，出版社敢不说不行吗？老顾，这小说你看了吗？看了几行，看不下去，知道这事儿哪还有这个心情看？明天我就把这小说寄回去。老顾，我先看看吧，如果确实不行，我给玉思寄回去。行，你乐意管这破事儿你来管，我明天有事儿去睡觉了。喂，狄编辑吗？我这边有部小说，我马上给你看看。你是专业人士，也不要看在我面子上就说稿子好，该什么样就什么样。反正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精彩。老邱，我觉得阅卷老师还是得再招几个，高考毕竟是大事。确实。进。邱主编，这里有篇小说稿，请您过目一下。我觉得这是年度大作，想申请出版，直接印刷120万册。多少？120万册。对，邱主编，您先看看稿子，只要您看完了，您就会觉得120万册这个数字一点也不夸张，甚至还少了。顾局长，您也在这儿啊？这篇稿子还是您夫人给我的呢。您知不知道这个傅明艳是谁？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天才。什么？琼芳给你的？老顾，这傅明艳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认识这么一号人物？老顾，你这表情让我更好奇了。这傅明艳到底是谁？狄编辑可是我们的王牌编辑，少有稿子能被他这么盛赞。他是我女儿对象。什么啊？乡亲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决定恢复高考了！太好了，明艳，正式的通知终于下来了。我们提前复习了那么久，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。到时候我们一起进城上大学。太好了，正式通知下来了，学文一定能考上大学的。媳妇儿，这我俩又不参加高考，你这又怀孕了，为啥非要过来凑这个热闹？这可是国家大事儿，我关心一下不行啊？行，我家媳妇儿就是格局大。高考恢复了，这么说去当老师的事情也有着落了。小芳啊，你爸不是村长吗？现在高考恢复了，很多知青要走，教师资源肯定紧张，你让你爸打声招呼，安排我去当老师呗。去当老师？你？我怎么了？你让你爸打声招呼就行。教师资源紧张，只要有关系，肯定能行。
再怎么说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也要父母强养。他说的也有点道理，说不定教师资源太紧张，就真让他当上老师了呢。这样孩子以后的生活条件也会更好。行，我回去跟我爸说说。太好了，媳妇儿，你果然是我的贵人。你放心，这事肯定成。哼，等着吧，傅明艳，你没几天好日子了。明艳啊，今天好好考，你是做大哥的，照顾好你妹妹和玉溪，中午别舍不得花钱，带着他们去国营食堂点点好吃的，补补脑子。谢谢爸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好好考。哟，傅大哥，你们这一大家子是送顾知青去知青点集合参加高考呢？当初真不该听那倒霉儿子的。这顾知青长得水灵，脾气又好，城里还有关系，多好的媳妇儿啊！反倒是那个林小芳，平时说话难听，不把人放眼里，结了婚什么家务活都不干，还成天嫌弃我儿子，真是个丧门星。婶子误会了，不是宋玉溪，是我和玉溪还有明珠，我们3个人一起参加高考。什么？你们3个一起去考？对，一起去，一起考进城里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祝你们金榜题名啊！那就不多说了，婶子，马上到时间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快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啊！呸！什么玩意儿！哼，一个成天只会惹是生非的混混，还妄想带着妹妹一起考进城里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一帮泥腿子，我看你们中午能吃进去什么？学文，来考试呢。明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参加高考？对啊，倒是你学文，你可是咱们这儿有名的文化人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，怎么今天看起来这么紧张，满头大汗的，看着没什么信心的样子？胡说！谁说我没信心的？我准备的这么充分，这次肯定能考上大学，风风光光的进城。行，有志气。成，那我们就先进去了，考场上见真章吧。上一世我考上了大学，只是被林小芳把录取通知书扣了下来，给了于学文。这一世，我提前复习了这么久，只会比上一世考得更好。都怪林小芳那个蠢货，动不动半夜偷偷找我，害得我没有好好复习。呀，学文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你别这么着急啊！马上要高考了，你不复习吗？我不管了，小芳，我好想你。该死！为什么林小芳没有嫁给傅明艳，而是嫁给了傅武强那个没用的癞蛤蟆？傅明艳从小学习成绩好，这次多半能考上。要是林小芳嫁的是傅明艳，她家没什么势力，我就可以让林小芳动关系，顶替她去上大学。但她偏偏娶了顾玉溪，顾玉溪家里据说可是教育局的领导。这位同学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儿。那大家继续考试。好了，各位考生，现在放下你们手中的笔，开始收卷。傅明艳，于学文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本来想跟你对对答案的，但看你刚才考试的样子，应该挺有信心的吧？这第一次恢复高考，题目都不难，我想只要好好复习，应该都不难。真羡慕你啊！你能考进城，再加上顾玉溪爸的帮扶，这前途一片大好啊！什么意思？我这一世都没娶林小芳，于学文还想招惹我，这是来套玉溪的家事，想打我大学名额的主意。顾玉溪爸，你误会了。玉溪的爸其实就是教育局的一个老临时工，不知道谁传的，传着传着就成教育局领导。不是说顾玉溪的爸还参加教育局大会了吗？哦，这误会大了。玉溪他爸是去端茶送水的，这才提前听到了高考恢复的消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明艳，明艳，你怎么和学文搭上话了？你们好像不是很熟吧？没什么，我在学姜太公呢。姜太公？愿者上钩。小芳，你怎么站在我家门口？被人看到怎么办？
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家有污点，我有必要嫁给傅武强那个癞蛤蟆？今天高考，我这不是实在太担心你了吗？学文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怎么了？高考不顺利？都怪那个顾玉溪，他把我害死了。学文哥，顾玉溪怎么了？他提前知道了高考的消息，让半个县的知青都知道了。我本来10拿9稳上大学的，结果被那些废物抢走了我的机会。学文哥，你觉得这次考不上，那怎么办？小芳，我有个办法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学文哥，什么办法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帮，我一定帮。傅明艳的成绩一直相当好，应该能考上大学。你爸是村长，能不能动点关系，把他的通知书截下来？小芳，就你能帮我了。到时候我再改名成傅明艳，就能拿他的通知书上大学了。他家一穷二白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。学文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可是那顾玉溪的爸可是教育局的领导啊，要是被查出来……什么领导啊？我都打听到了，顾玉溪他爸就是教育局的临时工，之前去给领导倒茶，这才意外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真的？真的，我打探傅明艳口风听到的。他骗我干什么？小芳，我这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啊。等我在城里站稳了脚跟，也可以给你和孩子一个未来。学文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。傅明艳，你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村小子，还想考大学，想得美！玉溪、明珠，你们俩这么紧张干嘛？手心全都是汗。明艳哥，今天可是出高考成绩的日子，全县的通知书今天都发下来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？咱们提前复习了那么久，日夜苦读，底子打得很牢，肯定都能考上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放宽心。傅同志，有你家的信。来了。顾知青，这是你家的2封信，收好喽。邮递员同志，怎么只有2封吗？是不是漏了？啊，我包里分到这里的就这2封，你们要是不放心，晚点可以去知青点看看还有没有。我得先走了。没事的，姐，肯定是你和哥的。你们俩学习那么好，能考上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先看看这一封是谁的。明珠，你没有落榜，你考上了，这是你的，你考上师范大学了，我就说你可以吧。太好了，明珠也考上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咱们老傅家要出大学生了。哥，姐，谢谢你们，要不是没有你的帮助和鼓励，每天给我讲解难题，我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。傻丫头，这是大喜事儿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快笑一个。这第2封肯定就是明艳哥的了。这是我的。嫂子，你的？那哥的呢？哥没考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连我都考上了，哥的成绩比我好多了，每次模拟题都是满分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？明艳这孩子脑瓜子最聪明，肯定考上了。刚才邮递员不是说了吗？应该放在知青点了，我们去知青点看看。对，肯定在知青点。走，哥，我们去拿。怎么可能？张大爷是不是弄错了？高考录取通知书真的全发下去了？全领光了，真没有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哥成绩那么好，我都考上了，我哥不可能没考上。这段时间都是我哥在辅导我。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，但是看样子明艳这次是真落榜了。这高考啊，谁料得到呢？就像于学文，之前成绩马马虎虎，这次啊，居然考上了首府大学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明艳哥，怎么可能没考上？于学文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！小妹，爸，你们先回去，这事儿肯定有问题，我有办法。明艳，你跟我走。
玉溪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县政府，我直接跟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去查你的成绩。明艳，你不可能没考上。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成绩，那为什么这几天一直陪我们在家里傻等？我爸一向按流程办事，不搞特权。但是这件事，我无论如何都得让我爸弄个清楚。你如果没考上，那肯定有问题。明艳，怎么不走了？其实不用去问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应该在于学文身上。明艳，你说什么？玉溪，这于学文的成绩你也知道，你觉得他能考上首府大学吗？我其实也很意外，学文成绩虽然不差，但怎么看都不像是能考上首府大学的样子。之前高考刚结束，于学文就有意无意的向我打听你的家世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便骗他说你爸只是教育局的临时工。结果呢，他于学文摇身一变成了首府大学的高材生，而我这个天天辅导你们复习的人却落榜。明艳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他找关系扣了你的录取通知书，要顶替你去上大学？我家玉溪真聪明，一点就透。简直欺人太甚！明艳哥，我这就去找他去，我非撕破他那张伪善的脸不可！明艳哥，你拉着我干嘛？我帮你把录取通知书要回来啊！这种事怎么能忍？玉溪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冲过去找他，他大可以装疯卖傻，随便找个借口说自己拿错了，把录取通知书还回来。那样的话，他顶多算个失误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我要的可不是他轻飘飘的道个歉，我要的是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明艳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而且万一真是我误会他了呢？万一人家真的是深藏不露，真考上了首府大学，而我确实是名落孙山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那个于学文就算了，明艳哥，我天天和你在一起复习，我还能不知道你的成绩？那张首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肯定就是你的。玉溪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打电话给你爸吗？我看你也很久没回去了，干脆我们一起进城，我也去拜访一下未来的岳父家人，顺便再把成绩的事弄个水落石出。好啊，我爸要是看到你，肯定特别高兴。如果他真的胆大包天，拿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去上大学，那我就让他好好去上一上他梦寐以求的大学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爸，那我和玉溪就走了，我们把事办完，然后我见见玉溪父母，到时候我再回来接你和小妹。好，明艳，进城里可有点远，路上不太平，那你这一路上可千万注意安全啊！放心吧，我们走了。爸，玉竹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办完事很快就回来。背着包走，这绝对是过不下去了。媳妇儿妈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媳妇儿妈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傅明艳高考落榜了，而顾知青考上了。他今天背着大包小包送顾知青进城，这离婚啊，估计8、9不离10了。哎呦，落榜了！我就说那小子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，绝对考不上大学，活该！妈，你说这傅明艳家自从娶了顾玉溪后，是不是倒大霉了？你看看，傅新燕和何旭钻了小树林被人抓包，何萍萍又偷人，闹得人尽皆知。现在连高考也落榜了，这简直就是扫把星进门啊！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这傅家算是彻底完了，真是老天开眼。小芳啊，我之前托你帮我联系的当老师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联系好了，下个月去城里面试。还要面试？不是找好关系直接进吗？那边说了，要当老师谁来了都得面试，这是规矩。你去不去？去，肯定去。原来是去走个过场啊！嘿嘿，等我当上老师之后，再顺着傅明艳上一辈子的轨迹，抢占先机，我的人生要彻底飞黄腾达喽！我的好媳妇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，我爱死你了！走开！没轻没重的，恶心死了！你在这里走来走去干什么？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多大的人了，这么着急成什么样子？玉溪好久没回来了，而且这次还带我们女婿回来。你难道不想早点看到玉溪和你女婿？女婿？我可没承认他是我顾家的女婿。不过，
傅明燕写的那本小说都已经要印刷120万册了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你还不愿意接受明燕？书写得好有什么用？考不上大学就是个没出息的泥腿子，他还是配不上我们家玉溪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妈爸，我的乖女儿可算回来了，让妈好好看看。玉溪，回来了，路上累不累？爸妈，来，别站着，快过来坐，一路上辛苦了。你就是傅明燕，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灌迷魂汤的手段，把玉溪骗得死心塌地。老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女儿和女婿刚进屋，大老远赶回来，这茶都没喝上一口呢，你就摆这副臭脸。爸，我和明艳是真心相爱的，她没有骗我。这才是最大的问题，真心能当饭吃吗？老顾，你干嘛呢？发这么大火？我觉得明艳挺好的。明艳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书已经过稿了，而且出版社那边打算首版印刷120万册。真的，120万册！明艳哥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玉溪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他书就算写得好，考不上大学，以后也没有出息，只会拖你后腿。玉溪，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想想，离婚吧。爸，我和明艳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爸也不是什么老古董，非要反对你自由恋爱。只是你现在考上了大学，他却没考上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，是不会快乐的。爸，我知道您对玉溪的选择一直不满意，但我这次来就是想向您证明，玉溪的选择没有错。明艳，你小说能出版，我也很意外。只是玉溪毕竟考上大学了，未来一定是大学生的天下。你也该为玉溪的未来想一想，你们根本不合适。爸，我考上大学了。什么？那玉溪怎么没和我说？你考上了什么大学？首府大学。我本来以为你虽然是农村出来的，但还算本分老实。首府大学，你能考得上首府大学？明艳啊，我知道你也喜欢玉溪，老顾也不是真反对，他就是嘴硬。你实事求是就好了，何必撒这种谎呢？可是妈，我真的考上首府大学了。好，好，你说你考上了首府大学，录取通知书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爸，这也是我这次进城的原因，我的录取通知书不见了。哼，不见了？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？通知书虽然不见了，但是我的分数不会变，您打电话一查就知道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打电话查分数，你以为叫玉局的电话是随便打的吗？你是想让局里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吗？笑话我顾风有个做白日梦的乡下女婿。爸，明艳她从来不说谎的，您就打个电话查一下，又不会怎么样。爸，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责，我绝对没有信口开河。如果您打完电话证明我没考上，那您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如果你没考上，那你就和玉溪离婚，你愿意吗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玉溪，你爸有句话没说错，如果我真的没考上大学，那注定只会拖累你，我们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。如果是那样，我也不好意思和你继续在一起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看不出来你倒是有点担当。好，这电话我帮你打了，但要是查出来你没考上首府大学，那你今天就和玉溪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马上从我家滚出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喂，是我顾风，立刻给我调一份考生的资料，马上查，名字叫傅明艳。
信，你是的。吴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你要傅明艳的资料，我顺道就给你送过来了。顾局，你是怎么知道傅明艳的？这个消息莫非已经传开了？什么消息？顾局，你不是听说了傅明艳的成绩才调资料的吗？不是，傅明艳是我们女婿，因为高考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才调成绩。什么？傅明艳是顾局你的女婿？顾局，你女婿可是全国高考状元呢！什么？傅明艳总分381分，英语满分，全国状元。是啊，顾局，你可是有个好女婿啊！他不仅英语满分，语文成绩也有98分，这未来必然是栋梁之才呀！明艳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傅明艳，你就是傅明艳，太好了！正好等学校开学，我还想让你作为学生代表发表致辞呢。顾局，你女儿眼光可真好啊！傅状元，那定好了，等开学了，作为学生代表致辞。好，行，那你们聊着，我先去忙了。慢走。老顾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我就说你女儿没有看错人，明艳不仅书念得好，还考上了首府大学，全国状元呢。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女婿去？明艳啊，你也别觉得我这老丈人太势利，实在是因为玉溪年纪小，没经历过社会险恶，我们做长辈的哪能不操心，总怕她吃苦受委屈啊。爸，这我知道的，我也有个妹妹叫明珠，我也希望她以后能找个好人家，做哥哥的对未来的妹夫肯定也有要求，更何况您是父亲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不错，遇事波澜不惊，说话进退有度，是个干大事的料。玉溪算是找了个好对象，我们做父母的这下是真的可以放心了。今天高兴，我亲自来下厨，给你们俩好好做一桌菜，接风洗尘。爸，那我去给您搭把手。我也一起去。好，好，一家人都去，走走走。明艳，太好了，我和你都考上了大学，爸妈也都认可你了。我觉得现在就像做梦一样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一定会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。明艳，你是说于学文？没错，我刚才拜托爸去教育局查了一下底档，于学文果然把名字改成了傅明艳，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据为己有。太过分了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？偷别人的人生，他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明艳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录取通知书在他手里，不能就让他这么得逞了。急什么？既然他那么想上大学，我就让他好好上一上。小芳，你来送我报到，真的不要紧吗？没事儿，傅武强今天去面试老师了，没时间管我。况且今天你上大学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证。傻瓜，这只是我们好日子的开始。你好，同学，来报到吗？麻烦把录取通知书和证件给我。欢迎您成为我们首府大学的一员。走，进学校看看去。太好了，学文，你终于成为大学生了，还是首府大学的大学生。你看看这学校也太好了。谢谢你，小芳。如果不是你帮我拿到傅明艳的录取通知书，又帮我改了名字，根本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傅明艳那穷小子也退上这么好的大学。小芳，你放心，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不会忘记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宿舍。等新生致辞，你也向其他学子传授下你的学习方法。没问题，吴教授。吴教授，我是陪这位新生代表入学的，快办理吧。你好，同学，请把录取通知书和证件给我一下。好，麻烦了。傅明艳，对，我就是傅明艳。可是傅明艳刚才已经来报道过了，手续还是我亲自办的。这倒是稀奇了，我之前没报过到，这是我第一次来报道。说起来，之前明艳哥的录取通知书就不见了，难道是有人假冒明艳哥上大学？什么？刚才那个是假的？
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光天化日冒名顶替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明艳，你放心，吴教授是教务处的领导，这件事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吴主任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性质太恶劣了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这就去找警卫队。什么？有人冒名上大学，还是冒充全国状元？真假状元，居然有这样的大新闻！这趟可真是没白来，绝对是头榜头条。学文，这里不愧是最顶尖的学府，连宿舍条件都这么好，比咱们乡下强太多了。是啊，小芳，实在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出谋划策，我怎么可能有今天？谁是傅明艳同学？我是傅明艳。带走！放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新生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快放手！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肯定是裴玉欣来报道的，千万不能慌，我就是傅明艳。林小芳，你怎么在这儿陪他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呢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陪傅武强进城，碰巧遇到了他而已。这位同学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傅明艳吗？我，你已经改了名字，并且拿了录取通知书，你只要不承认，没人能拆穿你。没错，我就是傅明艳。你叫傅明艳，他也叫傅明艳，都说自己考上了我们这里，可考上首府大学的傅明艳只有一个，你们到底谁真谁假呀？他当然才是真的傅明艳，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还能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有录取通知书的，这个冒牌货他有吗？对，我才是傅明艳，那是个冒牌货。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林小芳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有通知书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我的才是真的！你们两个的通知书都是真的。我通知书不见了之后，我进城查了成绩，然后让玉溪爸帮我补办了通知书，所以2张通知书当然都是真的。傅明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找事儿！别忘了，你爸还在村里，当心我爸让你爸活不下去。找事儿？我找什么事儿？我只是来上学。我看你是真的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小芳，小芳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冒牌货，被戳穿身份，恼羞成怒，居然推小芳！我可没推她。我的肚子，你好狠的心，仗着自己岳父有点关系，居然夺取傅知清的通知书，还有天理吗？居然是这样，仗着有关系要夺真傅明艳的通知书，仗势欺人，真不要脸，连孕妇都下得去手。胡说八道！傅明艳的通知书是她自己考上的。诸位，大家谁的大学不是靠自己寒窗苦读努力考上来的？可是，在这些人眼里，却可以靠关系强取豪夺，让我们给他们当垫脚石啊！爸，你没事吧？够了！孙校长，孙校长来了。校长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冒牌货仗着自己的岳父在局里当班，居然想要抢傅知清的录取通知书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哼，顾局长托我亲自给他补办的录取通知书，我还能不知道谁才是冒牌货？顾局长，顾雨溪他爸不是临时工吗？哦，我当时也就随口一说，你当真了？诸位同学，诸位记者朋友，今天本来是开学的好日子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这位才是真的傅明艳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作为新生代表致辞呢。而这位，则是冒名顶替。不是的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也被收买了。对，他岳父是领导，你这校长都被收买了。看来你们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诸位，
我这里是这位冒牌货的档案。根据资料，他原本叫于学文，偏偏在高考结束后突然改名成了傅明艳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白纸黑字，大家一看便知。嘿，原来是个偷别人前途的贼，还敢倒打一耙！真不要脸，连名字都是临时改的，连孕妇也是装可怜，差点连我们都被骗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学文的妈妈姓傅，所以改名字随母姓，这有问题吗？林小芳，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也不算，到底违没违法？警察同志会给大家一个真相。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明艳，我错了，是林小芳让我这么做的，你们抓她，不要抓我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徐文，你说什么？傅明艳，通知书是他偷出来给我的，他小姨在邮局上班，利用职务之前截了你的信，连改名字也是他托他爸找人给我办的。警察同志，我只是鬼迷心窍啊，都是他怂恿我的，你放过我吧！于学文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当初明明是你成天在我面前哭诉落榜，是你让我帮你把傅明艳的录取通知书偷过来给你。林小芳，你胡说八道，是你，全都是你主动的，都是你这个乡下土妞，不要倒贴我。如果不是你弄出这些破事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？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。于学文，你再说一遍，谁害你的？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帮你，你现在居然把责任推给我！是你，全都是你。于学文，你说这一切全都是林小芳做的，可这根本不成立啊！林小芳和你非亲非故。他凭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犯罪风险去偷通知书、改档案，费尽心机的帮你上大学？什么？这林小芳不是这于学文的媳妇儿啊？我还以为他们俩是一对呢，怎么非亲非故的也帮这种忙？就是啊，偷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帮忙改名字，这些可都是违法的勾当。这女人图什么啊？于学文，我看你真是为了脱罪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，逻辑都不通，还指望别人信你。警察同志，既然他满嘴谎言，我看还是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直接把他押到警局去慢慢审。别这样，别抓我，有原因的，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傅武强是吧？侯校长，没错，是我。您看我什么时候来上班？上班？你好意思提？你看看你写的这些东西，你这文化水平，谁给你的脸想来当老师的？你真当阿猫阿狗都可以当老师吗？你自己都不嫌害臊吗？侯校长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林小芳是我媳妇儿，她谁是你媳妇儿都不管用，就你还当老师，这是要让所有人都戳着脊梁骨笑话我们学校吗？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校长，不对啊，校长，您等等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老师不是有关系就可以了吗？他傅明艳一个落榜生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？该死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多人？于学文、傅明艳、小芳怎么也在这儿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有原因的，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哦，有原因的，什么原因？我是他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怎么可能？林小芳明明是嫁给了明艳的堂弟，就算她现在有了孩子，那也是傅武强的，怎么会是你的？因为我在小芳结婚之前就和她有染了，要不是因为我家里有污点结不了婚，林小芳怎么会委屈自己嫁给傅武强那种废物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傅武强，武强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堂弟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你可千万要冷静。傅明艳，你给我闭嘴！这事换作是你，你能冷静吗？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在家什么家务活都不做，整天嫌弃这嫌弃那，把我当狗一样使唤，我都忍了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居然怀着这个野种嫁给我！你不是有旺夫命吗？你就是这么旺夫的！你居然偷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！我偷人怎么了？你
你也不拿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你算个什么货色？好吃懒做，长得和癞蛤蟆一样，看着就让人倒胃口。要不是我肚子里怀了学文的孩子，需要找个接盘的，我怎么会委屈自己嫁给你这种没用的废物？贱人，你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你还有理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傅武强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家不是做梦都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吗？我这叫买一送一，生下来就管你叫爹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你不仅不知恩图报，还敢给我在这里大呼小叫，也不撒泡尿瞅瞅你们家那穷酸样。要不是我，就你这熊样，这辈子能娶到媳妇儿吗？打一辈子光棍去吧！你这不要脸的毒妇！你再说一遍！再说100遍也是一样。傅武强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我是听我爸说你们家要换亲，要跟我结婚的是傅明燕，是个大学生，我才点头答应的。早知道是换成嫁给你这个泥腿子，我就是死也绝不答应。就你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人，还能白捡到我这种大闺女当媳妇儿，你就该跪在地上谢天谢地了，还敢在这儿跟我摆谱！你个贱人！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天哪，流血了！快喊医生！救命啊！医生，林小芳怎么样了？大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孩子没保住，而且以后可能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没了，都没了。好了，走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傅明燕，为什么我过得总是不如你？为什么我比以前过得还惨？为什么？警察同志，我能和傅武强单独聊2句吗？好的，尽快。堂弟，为什么重来一世，你还是不知道悔改？重来一世？难道你也？上一世你抱怨命运，觉得我是靠林小芳的旺夫命才发达。这一世，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，人靠的始终是自己，而不是将一切归咎于命运。不，凭什么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老实点，走。我们走吧。明燕哥，你和傅武强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别人的事和我们无关。现在大学也考上了，也该把我爸和妹都接回城里了。我们的人生从现在起才正式开始。